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电影《引入尘烟》这部电影啊，最近挺热的。一方面呢，是在电影市场上比较火爆，它在1-2个月的时间里头取得了1个多亿的票房。要知道，这可是暑期档啊！暑期档说白了是我们电影市场中间的垃圾时间，因为那黄金档都是什么春节呀、11呀，是吧？这个元旦呐，这些呀，这个都是属于黄金档。但是在暑期档，一般来说很难出爆款。而且你还要考虑到啊，现在是疫情啊，很多城市的电影院都不开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暑期档取得1个多亿的票房，应该说这是很多商业片都拿不到的成绩。但是《引入尘烟》这部电影是个文艺片，讲述的是一个西北农村里头这个一对被人抛弃的这样的一个苦命人的故事，能取得这样的票房确实了不起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舆论场上。一开始我看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都不太高，说什么呢？说这就是二舅嘛，就是宣告人呐、宣传人呐、这些苦命的人逆来顺受，对不对？然后呢，当这部电影在9月26号的时候被封杀啊，很多人的评论又180度的大转弯，说这部电影拍得好啊，你看到了吗？共产党把它封了，是吧？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拍得好。其实很多人评价这些电影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他们只有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呢就是政治指标。凡是共产党反对的，他们都赞成；凡是共产党支持的，他们都反对。我个人觉得，生活中如果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呀，就挺累的，也很单调啊。我今天就来聊一聊我对这个电影的理解啊。首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电影为什么会被封杀。我个人觉得啊，其实很多人分析的也有道理，就是因为20大要到了嘛。要营造一个和平、欢乐、祥和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这部电影本身呢，它所呈现的农村社会里贫困人群的那种生存状态，肯定让人看着不舒服。你想想，现在所谓的脱贫攻坚，对不对？说搞得很好啊，那个人是吧？不是说了吗？中国现在已经全面实现小康了，已经没有贫困了。但是你看电影里展示的这个贫困人群的生活状态，那你想想。那让人感觉到你这个脱贫攻坚本身这个工作肯定是没做到啊，对吧？这是不舒服的。更重要的就是刚才讲的20大要到了，20大要到了，这是怎么说呢？这是登基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说白了，那个天要降祥瑞的，但是你现在你搞成这种苦难的人，天天苦哈哈的，最后还喝了农药都自杀了，你给谁看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虚构的，确实是真的。我跟你讲，我们中央电视台有一年呢，这个编排节目啊就出过事儿。我记得好像是江泽民当时主政的时候吧，也是开这个10几大、16大还是什么之类的。结果我们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啊，他那个没有这个政治意识，于是呢，在那一天的时候啊，开幕的那一天，他放了一部那个传统戏剧叫《哭丧》，就摔那个什么哭丧盆那个传统戏剧嘛。但是因为戏曲频道平时呢，他脑子里头没有政治意识，他放完之后就出事儿了。为什么？你想想，人家16大开幕的时候欢乐祥和，你搞一哭丧，你啥意思啊？所以就因为这件事情，那戏曲频道的领导就受到了处分。所以你要知道啊，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头啊，在特定的日子里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本身呢，这是政治需要，就是这部电影的这种主基调。跟这个即将召开的20大肯定是不对付，知道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部电影取得了这么大的票房，最重要的还不是让有关部门觉得你这个电影取得的成绩好，而是大家对这种苦难所产生的共鸣，让有些有关单位不舒服。为什么？在我看来啊。其实这种普通人的这种苦难生活，之所以在这一次特定的历史时间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疫情啊导致的大多数城市人生活也变得苦闷、彷徨、没有未来。大家要知道啊，苦闷的人或者说苦难中间的人，就更容易对其他人的苦难产生共情。如果你平时就生活在太平盛世，可能你看到有些人苦难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的生活离你比较远，甚至跟你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是一个平行宇宙的人。当你也在遭受着不公平的对待，你的生活也缺乏
前景的时候，缺乏希望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比你更弱小的人遭受的苦难，你就特别容易产生同情心。所以你看在电影中间，那老四他为什么会对驴呀，会对那燕子啊，他有那么大的同情心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啊，不是因为导演在塑造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而是生活在苦难中间的人，更容易对更弱势的人或者动物，他产生那样一种共情。所以老四，你看在电影最后的时候，他骂那头驴了吗？他说：“你大半辈子都供人使唤，现在让你自由了，你却不愿意走，真是贱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他肯定是在骂自己。但是说白了啊，他为什么会对驴给予这么大的同情心，还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生活没有希望吗？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情绪啊，被有关部门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在啊，不光是20大，疫情也到了所谓的攻坚阶段，打引号的啊。这个时候民众的情绪，大家可以看一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啊。应该说民众的这根弦现在已经绷得很紧了。这个时候，但凡如果要是有某种东西能够把他们的情绪点燃，或者说不是点燃吧，能够让他们共情起来，都是十分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关部门痛下决心，马上把这部电影全网封杀。我个人觉得其实有这个因素，这是我分析的啊，就是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被封杀。那么紧接着啊，我个人觉得谈谈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有些人就说呢，一开始讲嘛，说这部电影是二舅啊，二舅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我看很多人都在评论，我也没讲啊。但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其实跟二舅没什么关系。你仔细去读解二舅啊，那个所谓的那个片子啊，它其实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就是说你对苦难都来之不惧，接纳是吧？逆来顺受，最终你会获得好报。它的逻辑是这样，它最终落下的是正能量。也就是说，它类似于一种怎么说，佛教中间的那样一种体验吧，或者说理念吧，你就接受这些苦难就可以了，最终你会获得好报的。它不宣扬这个社会中间每个人应该获得什么权利，而是说你接纳苦难的同时，最终你其实会摆脱苦难，赢得尊重。这是二舅的逻辑。但是你其实在这部电影里，在《引入烟尘》这部电影里头，你其实看不到这样的一种逻辑。他所表现的是什么？他所表现的实际上是被这个社会抛弃的人，他们的生活。据这个导演啊，叫李瑞军，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看他讲了，他描述的是弃民，弃就是被抛弃的弃，放弃的弃，弃民的生活。他说，在每一个村庄里，在农村社会里，每一个村庄里都有像老四这样的人，他们平时实际上不被人关注。他们甚至没有社会化生存，所以他们是被这个社会抛弃的人。他就想描述这个被抛弃的这个人群的生活。所以啊，你看这部电影起了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叫《引入尘烟》，是吧？其实在我看来，其实他这个电影更准确的名字就叫弃民，叫弃民更准确。但是叫弃民本身，这个电影审查可能就过不了了，所以他起了一个特别文艺的名字。后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这个怎么理解‘尘烟’这2个字？”他说：“尘烟，尘就是尘土，烟就是烟火，所以说可以把它隐喻为隐藏在生活之中。”但我个人觉得，他最后也加了一句话，他说：“当然，你也可以有你的解读。”我觉得这句话意味深长。在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理解，尘烟绝对不等于生活，因为引入尘烟，实际上最终的隐喻就是那个片尾最后的那个场景。那个推土机过来之后，把他们老四跟桂英辛辛苦苦盖的这个房子新房给推倒了。那么尘烟是什么？尘烟就是他们构建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些弃民最终被我们这个世界所抛弃，其实就是引入尘烟。我的理解啊，这李瑞军这个导演啊，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呢早年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的是好像是导演吧，还是摄像，我记不太清楚了啊。但是他特别想拍电影，毕业之后呢，他找来找去他也找不到，最后就到了北京电视台去做了一名编导。然后呢，就是做了几年编导之后，他希望通过编导这个职位啊，工作啊，能够认识一些电影导演呐，或者是说剧组的人呢，能够让他重操，能够让他重新接近电影这个职业。但是干了几年之后，他发现根本没可能。
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呢，他就从北京电视台辞职了。辞职之后，一开始是打短工，什么都干。他说给人拍那个，哪怕就是比如说那个车展呐，或者是婚庆仪式啊，能干的都干。一天为了挣那几百块钱，有的时候几十块钱呢，什么辛苦都吃过。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就挺想拍一部电影了，所以他就自己啊，用他自己在家乡生活的经历写了一部剧本。这个剧本的名字叫《夏至》。然后呢，他去到处去找钱。当时有一个老板，上海的一个老板答应给他投钱，但是他去赶到上海找到这个老板的时候呢，老板说正好赶上疫情了，没钱了，他把他钱已经用到别处了，他没钱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啊，那些电影的前期工作他已经开始启动了，就是该花的钱有的已经开始花了。这个时候正在茫然无措的时候呢，他的父亲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儿子说啊，你这个电影啊要拍的话，至少要花多少钱？他就跟他爸说，他说大概可能得花20-30万。他爸说那这钱什么时候能收回来呢？他当时很乐观呢，他认为他这个电影其实拍出来之后，你把这个片子卖给这个市场，卖了版权之后，肯定就能收回来钱。他就说最迟明年的时候，这个钱就能收回来了。他爸呢和他妈呢，当时啊正准备在县城里买房子，所以手里有那么一点点钱。他父亲呢当时就觉得，既然你这明年就可以把这钱收回来，那你干脆我们就把买房子的钱拿出来资助你吧，虽然没有那么多，你自己再借点。于是他就拿着他父母买房款拍了这个第一部电影。结果呢，这些所谓的群众演员啊，跟着他一起回到他自己的老家，就是这个甘肃省张掖市花墙子村，他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长大的。在拍电影的过程中间呢，因为他也没有经验，整个这剧组的人都是他的一些朋友，然后熟人凑在一起的，所以大家呢一开始也就有各种各样的摩擦，最后还打起架来了，还动了刀子。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中间非常苦闷，觉得大家既然都非常喜欢电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呢？最后就不得不报了警。有一天呢，他就说他坐在山岗上，坐在他们家村子旁边的山梁上，他就想不拍了，拍不下去了。结果这个时候一起跟他来的一个摄像走到他跟前跟他说，他说啊，你知道吗，哥们儿，我跟单位说我请的假是出去拍电影了，你现在如果不拍，我回去我怎么给单位领导交代呢？你想啊，我都把这个话说出去了，所以啊，你得给我一个交代，你也得给你自己一个交代，必须把这个片子拍下去。后来呢，李瑞军听到了这句话之后啊，就咬咬牙把他的第一部电影给拍下来了，一共前后花了30万人民币，花冒了。他父亲给他的钱不够，他们还借了钱。这个电影拍出来之后呢，也在国际上送展，也入围了，但是呢，版权一个都没卖出去。所以这30万就等于打了水漂。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去跟自己的女朋友在那个时候在北京打工赚钱还账。06年这部电影拍完之后呢，他这个想拍电影的这种想法就一发而不可收啊。他就说这个电影拍电影这东西啊，就有点像在泥潭里走路，你是越陷越深。这个比喻挺有意思的哈。所以后来他就陆陆续续又拍了几部电影。他拍电影的特征啊，基本都差不多。都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就是张掖市花墙子村，用他自己完全生活的场景，用他自己村子里头那些亲朋好友来放到电影里头。一方面成本比较低嘛，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其实这个所谓的场景比较熟悉，他驾驭起来也比较容易一些。就这部电影来说，除了海清女主角女一号海清是职业演员以外，其他的这些电影演员都是他们在村里找的。那个男一号就是他自己的姨父，他自己的亲姨父演的这个男一号，其实演的还是相当不错啊。这个，那么后来陆陆续续拍了几部电影之后呢，一直到了去年，他就想拍这个《引入尘烟》这部电影。当时海清听到他这个剧本之后，愿意不要钱来演的这部电影。而且他这部电影呢，拍的时间也比较长，大家可以看电影中间啊，大概4季的场景都存在。片子一开始是从冬天开始的，然后是春天，然后是夏天，最后又重新回到了秋天。这影片结束的时候，大概是在秋天的时候结束的。所以说他基本上拍了一个4季的轮回。那我在看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他们一共开机的时间啊，是从3月份开始到9月份结束，整个拍摄时间有90天。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这么认真拍电影的导演，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很多。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想，
对于艺术家来说啊，其实成功有的时候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为什么？当一个导演成功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就很难有的时候那么专注和认真的去拍摄好电影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是吧？陈凯歌在拍这个那电影的时候，早期的电影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特别成名？拍出了那个文革题材的电影，包括张艺谋，是吧？拍《活着》的时候，对吧？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名气都不是特别大，但是当他们功成名就之后，他们有的时候对电影，对这个他自己从事的这个工作就很难再那么专注下去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其实一轮一轮的轮回，让那些在生活在困顿中间的艺术家，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中间，往往更容易出现比较好的作品。就这部电影本身呢，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也是个影迷啊，经常喜欢看电影啊，我也讲一讲我自己啊对这个电影中间的一些理解啊。就这部电影是在李瑞军导演他自己的家乡张掖市花墙子村拍摄的，但是在电影中间呢，看不到这个村子的全貌，所有的电影场景呢，基本都是在这个村子外单独搭建的。你比如说，你看啊，他们自己生活的那个房子，盖了新房子，它旁边是没有邻居的，就是孤零零的一栋房子，拍起来镜头怎么说很干净，是吧？但是呢，给人感觉他不是生活在这个村庄中。比如说，他去到那个墓地里去烧纸，你会发现在一个大的沙漠中间，拍出来镜头都很漂亮，但是呢，他给人感觉不是生活在那个社群里。甚至你包括就是他那个就是垒土墙、垒那个土坯，是吧？那个过程，他也不是在村子里，他也是在一个非常干净的场子里拍的。这个感觉最后营造出来的啊，就让我感觉他其实是在自己的家乡里头单独画出来了一个区域，做出了一个舞台剧，而不是生活在这个村庄中。这个如果要是就是在这个村庄中，我个人觉得可能那个现实性啊更强一点。虽然说镜头的画面可能没有那么漂亮，没有那么干净啊，但是它那个现实性可能会更有张力。所以那个村庄的村民啊，在整个电影中间跟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都特别疏离。这个疏离不是由于他片子所要表现的，就是他被抛弃的那种疏离，而是在物理空间上就是隔绝的。这个呢，其实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他是作为一个文艺片导演的偏好啊，就是把画面一定要拍得比较漂亮。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如果他这样的做法呢，就牺牲了本身呢，就是这个人物在一个人群中间被抛弃的那样一种社会属性，这是我读解中间的一个遗憾啊。李瑞军导演的作品我过去没有看过，这部片子我是第一次看。我前后看了2遍，前些天呢看过1遍，这次呢要做节目的时候又看了1遍。我个人觉得他的影像叙事风格有点像贾樟柯，所以你看他的镜头啊，基本都是一个全景，然后呢固定住，也很少推拉，然后呢也很少有镜头的这个不同景别的切换，基本上就是在一个纪录片的视角下让你观察这些人。由于这样的视角啊，你读解起来其实有点累，因为那个表情你看不太清楚啊。所以你看这样的片子的时候啊，如果你不专注，其实你很难入戏的，因为人物的表情它不会通过特写告诉你，你必须在全景中间你自己努力的凑在前面去看，你才能看清楚。这种影像叙事风格其实就是贾樟柯导演当时成名的时候啊开始运用的。贾樟柯的电影叙事特征特别明显，所有的电影基本都是这样一种叙事风格。我个人觉得李瑞军呢，多多少少有点在模仿贾樟柯这种方式，但是他的画面啊感呢，我个人觉得呢又太干净了，因为贾樟柯的镜头啊其实没那么干净，尤其你看他拍的那些小五啊那些片子，他其实拍摄山西那些小城市里头那特征啊，他那种场景的时代感是非常强的。但是这部电影本身呢，那个时间线被抽离的其实挺抽象的，不是没有，但是那个非常隐晦。比如说你能感觉到农村在搞什么，在搞土地流转，在搞这个所谓的农民上楼，这都是近几年的事情啊，但他都没有刻意强化这个特征。但是贾樟柯的电影那个时代感啊，它其实作为电影的元素，它不停的在告诉你，在提醒你。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的画面本身呢，其实跟贾樟柯的那个又有一些区别。
我看这个电影的画面，我有点想起黄土地，知道吗？就是那个画面，虽然说拍的是西北农村，但整个电影的画面构图啊都非常非常干净清澈。这清澈了之后，有的时候就多少有一些不真实，就是感觉不太真实。其实西北的农村我是见过的，因为我自己就生长在西北的一个县城里，我有很多同学就生活在农村。当时啊，我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他们的家我也去过。那西北的农村总体来讲啊，就是比较脏，总体来讲比较脏，比较破败。那种环境的脏啊，其实是那生活的一部分。你拍的特别干净之后啊，你就很难让人真正体会到农村生活的那种那种质感。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如果看故事本身呢，我倒觉得它其实多多少少有点像《活着》。为什么呢？因为《活着》这部电影啊，它其实是在讲那个大时代的洪流啊，过程中间个体卑微的那种命运，努力的活着，但其实一个人在不停的死去，一个家庭的人在不停的死去，一个一个在死去，是吧？那是《活着》那个电影里头给我们讲述的故事。但是《引入尘烟》这部电影呢，其实它控诉的不是那种大时代的洪流对个体的那种冲击啊，而是讲的是一个相对比较静止的社会中间人的那种麻木冷漠啊，然后对这个社会中间，对整个这个宗亲社会中间被抛弃的人的那种不屑。我个人觉得，其实他所表达的是差不多同一个题材，只不过是那种外界的因素不太一样。有人在这个评论中问我，他说：“王局，你觉得这个状态在中国的农村社会里真实吗？”我觉得挺真实的，因为农村中法社会中间表面看起来是温情脉脉的，但其实如果你要是仔细看中法社会中间的那些个体命运，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甚至是非常狰狞的。在一个家族中间，在一个大家族宗亲社会中间，被整个宗亲家族抛弃的人，也就是这个李瑞军导演所说的弃民，其实命运非常悲惨。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那个小说有一个作家名字叫曹乃谦，我蛮喜欢他的电影。他讲山西农村那个农村社会的，他在他的小说里讲述的那些故事啊，其实跟这个电影里的很多情节是相似的，就是在宗亲社会中间下那些个体的悲剧。我个人觉得啊，其实这部电影所呈现的那个现实就是这样的。那么我记得这个李瑞军导演在采访中间跟别人讲过，跟别人讲述的过程中间啊，他讲过这样一段话，就是这些人其实是没有社会性存在的。所谓的社会性存在，就是大家可能都不把它当作人，不把它当作人，因为他们其实连脸都不存在，是吧？所以这电影实际上讲述的是被一个宗亲社会抛弃的人，两个啊，彼此凑在了一起之后，由于彼此之间都是被其他人抛弃的人，所以这个两个人就再也没有权利抛弃对方了，嫌弃对方了，所以呢，就成为了凑在一起共同关怀对方的一个小的世界。那么电影中间它其实也没有歌颂苦难，也没有特别的刻意的这种渲染苦难，它呈现的就是说，哪怕是被抛弃的人，如果要是有另外一个人把他们当做一个人的话，他们也会呈现出生命中间饱满的亮色。这老四啊，跟这个桂英之间肯定不是爱情，我个人觉得就是生命中间那种勃勃生机，就是这个生命不管它多么弱小，多么卑微，只要有人把它当作生命，有人把它尊重，把它当作生命一样尊重，他们就还有那样的含量，像火一样的含量。所以电影中间你看反复出现喜字儿啊，他们盖房子啊，还有那个种麦子那些场景，都在传递着，还是养鸡这样的一个镜头，都在传递着他们对他们自己生活的那样一种热情。当然了，最后的悲剧啊，可能呈现的也是导演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吧？他说这是偶然导致的，其实在我理解肯定不是偶然，对吧？是因为他们本身是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所以他最终的命运就是引入到烟尘之中，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之外。最后啊，咱们从电影说回到现实，大家不要以为在社会的剧烈变迁中，只有老四和桂英才是时代的弃儿。其实啊，
你想那些在疫情中间被隔离几十天、失去工作的人，那些看着自己的孩子发烧不能去医院，自己爱莫能助的母亲，包括那些自己有慢病无法去医院看病的人，甚至包括像我这样原本在自己的国家有工作，但是被全网封杀，不得不离开自己故国的人。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有一个老四，都有一个桂英。如果这个时代不能善待我们，我觉得我们至少自己要善待我们自己。